好，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探讨，怎么样透过一个设计精良的架构，把这些脆弱的天才变成一个真正可靠，甚至能够自我完善的强大系统。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。你可能也有经验哦，明明用了最强大的 AI 模型，叫它去执行一个稍微复杂一点、多几个步骤的任务，它就卡住了。它为什么会卡住？为什么会做到一半，好像就忘了自己一开始到底要做什么？这些就是常见的失败模式，相信很多人都遇过，真的会让人很头痛。比方说情境腐化，就是他完全忘记几分钟前的指令了，或是更惨的，卡在毁灭循环里，像鬼打墙一样，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。就是这些问题，让一个看起来超强的 AI 在实务上变得非常不可靠。这个真实的例子，哇，真的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。你看，这个代理人他缺乏一个很关键的能力，就是去验证自己行为的结果。他只是假设他成功把第二件商品加进去了，但实际上早就失败了，他却不知道，还傻傻地跑去结账。这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根本性脆弱。好的，那到底要怎么解决？现在我们就来揭晓这一次分析最核心的一个观念。解决方案其实不只在于模型本身有多强，更重要的是围绕着模型的那个系统，我们叫它代理人框架，英文是 harness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约束跟辅助的工具。如果没有这个框架，再聪明的模型也只是空有智慧，没办法可靠地完成工作。这个比喻我觉得超级贴切。模型就像一颗法拉利的引擎，马力超强，充满了潜能。但你光有一颗引擎是没用的，对吧？你还需要一整辆车，要有方向盘，要有刹车，要有导航系统。这个完整的车体就是我们的框架。它的任务就是把引擎的强大动力安全又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行动。简单来说，框架负责处理所有杂事，让模型这个大脑可以专心做它最擅长的事——思考。那么，这个强大的框架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把它拆开来看看，从它的第一个关键部分开始，记忆系统，以及要怎么做好所谓的情境工程。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哦，代理人的注意力，也就是他的情境视窗，其实是有限的。当他处理一个复杂的任务时，这个视窗会被一大堆中间步骤啦、工具输出的结果啦给塞得满满的。这就像你的书桌堆满了杂物，结果最重要的那张写着目标的便利贴就被淹没在下面，找不到了。这就是情境腐化。所以关键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？一个好的框架会帮代理人建立一个类似我们人类的多层次记忆系统。你看，它有处理当下任务的工作情境，这就很像我们的短期记忆。然后它有记录整个任务进度的绘画状态，确保对话可以连贯。最后还有可以跨任务储存知识的长期记忆。有了这套系统，代理人就算中途挂了、重启了，也还能记得自己上次做到哪里。这张图就很巧妙地说明了，框架扮演的是一个非常主动积极的角色，它不是被动的在那里存东西而已，它会一直监控。当它发现代理人的情境视窗快要满了、快要爆炸的时候，它就会像一个聪明的助理，主动跳进来，帮忙做重点整理跟修剪，把不重要的资讯拿掉，确保代理人永远都能专注在最核心的资讯上，不会分心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的代理人有记忆了，不会忘东忘西，但光会记得也没用啊，他得能做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要靠框架的第二个核心部分——工具整合层。在这里，框架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个超级保镖兼翻译。当模型这个大脑说“嘿，我要读取这个档案”，框架会先把这个请求拦截下来，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沙盒环境里面去执行，然后再把干净安全的结果回传给模型。这样做的好处很多，不但可以防止模型乱搞，执行一些危险的操作，也能避免它因为呼叫了不存在的工具而卡关。这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洞见，这是来自微软 Azure 的 SRE 团队。他们发现与其我们自己去打造一大堆客制化、限制很多的专用工具，还不如直接给代理人，他在训练资料里早就看过、早就很熟悉的那些通用工具，像是 grep、git 这些 shell 指令。这概念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与其给一个大厨一把你自创的奇形怪状的菜刀，
不如直接给他一把他最顺手的标准主厨刀，这样才能真正释放他的潜力。好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谈的都还是一个代理人在单打独斗。但如果问题变得超级复杂，远超过一个代理人能处理的范围呢？一个设计精良的框架还能做到更多。它可以扩展代理人的智慧，用团队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，但其实概念很简单，就是组一个 AI 梦幻团队啦。会有一个担任专案经理的总代理人，他负责把一个大任务拆解成好几个小任务，然后分派给各个专家子代理人。比方说，一个专门负责规划，另一个专门去读程式码。最棒的是，这些专家可以同时开工，大大的提升了效率。这种模式的优点真的非常明显。首先，每个子代理人有自己的工作空间，不会把主代理人的思绪搞乱。再来，他们可以平行处理，就像多核心 CPU 一样，速度快了好几倍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一个超级复杂的子任务，最后只会被浓缩成一份精简的报告，回到主代理人手上。这极大地节省了宝贵的 token 预算，也就是模型处理资讯的成本。好了，理论讲了这么多，那这些架构在真实世界里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威力？让我们来看一个，我得说真的是有点惊人的案例。这句话来自微软 Azure 团队，真的超级震撼。他说他们团队里生产力最高的工程师不是任何一个人类，而是他们自己打造的那个 AI 代理人，而且这个代理人正在做的事情是调查他自己。这就为我们接下来的案例揭开了最完美的序幕。这整个过程简直不可思议，就像在看科幻电影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有一天，这个代理人系统自己的性能出了问题，警报响了。接下来发生什么事？他没有坐着等人类工程师来救他，他自己启动了调查程序，派出了好几个子代理人分头去读 log， 去分析原始码。最后，他不仅找到了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是一段破坏了快取机制的程式码，他还自己写好了修复程式码，提交了 PR， 甚至连那个警报本身的逻辑有问题，他都一并修正了。他不只是解决问题，他还改善了整个系统。所以你看，这整个超神的表现，它不是偶然，也不是什么魔法，它完完全全就是基于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架构原则。第一，给代理人他最熟悉的通用工具；第二，在一开始就给他足够的背景资讯，让他知道自己在哪里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透过子代理人技术来高效地管理他有限的注意力资源。这三者缺一不可。那这样做的效果到底有多好？数字会说话，这个系统不只是被动地解决单一问题，它还能从错误中学习、自我改进，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工程师手动除错。成果就是在它开始自己修 bug 的短短2周内，相关的错误就减少了超过80%。这句话真的很有哲理，它点出了一个心态上的重大转变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过去打造 AI， 总想着要帮它把所有可能性都先想好，把路都铺好。但真正的自主性其实来自于赋予它探索跟发现的能力。你不用帮它规划好每一条路，你只要给它一张好的地图，一辆性能优越的车，然后让它自己去找出最佳路径。最后，就让我们用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来做结尾。如果说框架就是代理人赖以生存的环境，那么 AI 的下一个重大突破，也许不只是打造出更聪明、更大的模型大脑，而是为这些聪明的大脑打造出更丰富、更友善、更能让他们成长茁壮的世界。这或许就是代理人框架工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。